真传输了，而且一来就是核心剧情点，不就是救男主吗？这题我会。好热。小将军别怕，我这就来帮你。王爷，您可还好？什么王爷？男主是永安侯世子，年纪轻轻便凭军功得受将军衔，可不是什么王爷。原著里只有一个王爷，是当今圣上的小皇叔，年纪轻轻却手握重权，后来世职篡位，屠尽皇家37口，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，最终在全书后期被男主沈昭也亲手擒获，做成了人质的疯批反派昭王彦辰。你不是沈昭也？不是要帮本王解毒吗？怎么停了？等等，什么情况？我明明是奔着男主来的，怎么一不小心穿到反派床上了？传说还有发错货的！王爷，您没事吧？属下进来了。王爷，发生什么了？去，把人给我带回来。可是您的伤，快去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狗奸商，天杀的诈骗犯！什么100%传输体验，100%传错书体验吧！我要写3万字差评，不，10万字，附上9宫格截图挂你们直播间。亲亲，亲什么亲？你还有脸出现？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说好的掌心宠呢？说好的和男主沈昭也，床上那个疯批王爷怎么回事？情况是这样的，您是我们100%传输交期体验外的首位体验用户，我操作的时候没什么经验，手一抖，身份绑定参数输错了一位，不小心让您穿错人了。穿错人了？你意思是我不仅没爬上沈昭也的床，我连女主都不是？是的呢，亲亲。那我现在是谁？这身体是谁的？您现在身份绑定的是辅国大将军嫡女苏软。你是说我穿成了那个活不过3集，马上就要领盒饭的恶毒女配苏软？是的呢，不愧是原著粉，亲亲记忆力真好。好你个头！所以现在剧情推到哪一步了？我已经对女主下手了吗？根据系统记录，在1个时辰前，苏软刚让人把下了春风渡的糕点送到了女主玉清河的房间。完了！按照原著，女主很快就会发现糕点有问题，然后顺藤摸瓜查到苏软，接着就是反杀剧情。快送我回去，立刻马上！我要申请退货，钱我也不要了。抱歉，亲亲，您现实中的身体已经确认死亡，并且已于昨日火化，实在是回不去了。亲亲，你也别太灰心，虽然穿错了，但也有好消息呢。什么好消息？根据原著设定，您目前使用的身体苏软，颜值是全文第1哦，甚至超过了女主玉清河。颜值第1有什么用？能填平他智商倒数第1的坑吗？亲亲别生气，为了表达歉意，也为了您的体验，我们决定为您加赠一项特殊服务，只要您能在当前剧情里以苏软的身份成功苟住。那我要是等不到你们系统恢复呢？万一我明天今晚就嘎了呢？亲亲，信号不好，您说什么？听不清，祝您体验愉快。喂，你别装信号不好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喂，抓刺客，抓刺客！完了，抓我来了！当务之急是必须阻止原主苏软作死的计划，必须赶在事情败露之前去把那该死的下了药的糕点处理掉。等我啊，女主！王爷，人没找到，属下带人搜遍了王府，最终只在西北角狗洞处发现了这个。这簪子的气质，与那胆大包天、下手狠辣的女人可半点不沾边。倒是会装。3日之内，把人带到本王面前。若是找不到，你也不必回来复命了。属下领命。还有，今日宫宴上，凡坚守过本王9斩的宫女太监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处理干净。头颅收拾好，连夜送到谢太傅府上去。再告诉谢之宁一句，若再有下次，胆敢算计到本王头上，本王下手就没这么客气了。属下明白。小将军别怕，你不是沈昭也。沈昭也，那女人是冲着沈昭也去的，认错了人，才阴差阳错爬上了我的床。还是说，她本就是沈昭也的人？有趣。不管你是谁，是误入此局的棋子，还是别有用心安插进来的眼线，我都一定会抓住你，亲手捏死你！开门！呀，姑娘，玉清河呢？快带我去找她！姑娘，您的脚不碍事，快带路！这怎么叫没事？
姑娘别动，我背您进去。你是梨子？苏软身边有个忠心耿耿的丫鬟，好像就叫梨子。姑娘，您给疼傻了是不是？现在才认出我是梨子，我是您的梨子啊！得，确认了，是那个智商感人的猪队友本友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先带我去找玉清河，要快。不过姑娘，咱这是找他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姑娘是想去确认他中药了没有，对不对？嘿嘿，姑娘您放100个心吧，奴婢办事绝对稳妥，不仅按您吩咐在桂花糕里修足的春风度，还把他房里的熏香也换成了加料的，连带桌上的果子挨个用细针蘸着药水扎了一遍，保证万无一失。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？什么叫雪上加霜？什么叫猪队友的致命补刀？这就是了。姑娘，奴婢这回做的不错吧？不错，太不错了，不错到我现在就想找根绳子把咱俩拴一块吊死在苏府大门上，这样至少还能落个全尸。梨子，奴婢在。知道咱们现在是什么吗？是聪明主事2人组。不是2具还没凉透的尸体啊！姑娘，到了，没动静啊，是不是药效发作了？不能吧，这么快？什么药效？软软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出了什么事？这就是女主啊！那个，我傍晚让人送来那碟桂花糕，表姐你吃了没有？倒是还未，晚膳时碰巧姨母唤我过去问话，留我到现在才回来。还好，正巧线下有些饿了，软软要一起用点宵夜吗？不用，那既然表姐没吃，我能不能把点心拿回去？二姑娘又想干什么呀？一碟点心也值得大晚上跑来要回去？明灯，多嘴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苏府正正经经的嫡出姑娘，就别说一碟点心，就是姑娘现在一般要是在云楼，你们也得立刻给我搬出去。软软勿怪，是我对丫头管教不严，冲撞了你。我代她向你赔个不是，这糟糕的人设一时半会儿是扭不过来了。罢了，先把要命的东西拿到手再说。表姐知道就好。这苏家什么不是我的，我想要什么自然就能拿什么。去，把桂花糕还有桌上摆的果子，连那熏茶炉子都给我搬出来。我今儿个不高兴，一样好东西也不给他留。姑娘，那点心总算拿到了。今天就先拿这些，下次再惹我不高兴，我连这房子都给你烧了。梨子，我们走。姑娘，二姑娘她也太欺人太甚了，抢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。看来我这个表妹倒也没有坏到那般无可救药的地步。姑娘，快醒醒，该起了。梨子，让我再睡会儿，就一会儿。不行啊，姑娘，得赶紧去给夫人请安了，错过了时辰可是要挨罚的。所以是每天都得去吗？当然。救命！穿成恶毒女配已经够惨了，居然还有早起打卡这种酷刑。原文里对苏母邱婉柔的描写不多，只说她性子温和。此刻亲眼见到，才发现这位母亲和原主这副娇艳的皮囊竟无半分相似之处，反倒是玉清河与她有几分神韵相连。又跑去哪里胡闹了？你父亲奉旨巡边不在家中，你就不能安生些，让我省心吗？原主苏软竟这般怕自己的母亲。过来吧，过2日便是花神节，穆国公夫人做东，邀请京中好些贵女去城外的庄子上踏青赏花，正巧给你们新做的衣裳和头面都送来了，你和清河一起挑挑。不愧是辅国大将军府，对女儿家的穿戴还真舍得下本钱。软软先挑吧，这颜色和绣样更衬清河的气质。清河，你试试这件。姨母，还是让软软先选吧。无妨，她小孩子家穿什么鲜亮颜色都好。苏软之所以处处和玉清河作对，难道真的仅仅是为了只见过一面，连话都没说过的沈昭野吗？或许更深层的是在这日复一日的区别对待里积攒下的不甘和嫉恨吧。就像角落里见不到光的花，长着长着就歪了烂了，散发出毒气。就这条吧。软软，方才那衣裙，软软若是真喜欢，我晚些让银灯给你送过去。不用，母亲说的没错，那衣裙颜色本就更适合你。软软似乎与从前有些不一样了。来了，女主的敏锐直觉怎么不一样了？少给我阴阳怪气的。我只是有些好奇，你衣橱里我记得10之8九都是月白、浅碧、天水青这些颜色，样式也多是清雅一路。方才在姨母那里，怎的偏偏挑了最鲜亮的海棠红？试探，赤裸裸的试探。
玉清河可是一个对亲表妹下手都毫不留情的大女主，若是发现这瓤子里换了心儿，更不会心慈手软。以前是学你啊，学你穿衣服，学你说话，学你走路的样子，以为学得像了，母亲就能多看我一眼。可现在我发现，学得再像也没用，母亲眼里好的永远是你。我穿什么戴什么，在她看来大概都是不合时宜的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再委屈自己？索性怎么高兴怎么来，懒得争了。只是这样吗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。女主心思缜密，果然不好糊弄。怎么，我大发好心让让你，你还不乐意了？非要我跟你抢是吧？好了，软软，早些回去吧。玉清河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招惹，大家都清静。傻愣着干嘛？走啊！姑娘，您刚才干嘛不抢啊？奴婢都准备好上手了。来夫人也太偏心了，什么好的都紧着表姑娘，凭什么呀？抢什么抢？以后看到玉清河就躲，没事别往他跟前凑，更不许主动招惹，听见没？为什么呀，姑娘？咱们以前不是……以前是以前，你老实听我的就行。奴婢知道了。女主玉清河，靠得越近，死得越快，还是安安生生的当个透明人吧。王爷，进。王爷，属下查到了，此簪出自东市古兰斋，是辅国大将军夫人邱氏专门为其侄女玉清河定做的。玉清河是此女双亲早年间外放夫人途中，不幸遭遇流寇罹难，只活下她一个。自10岁起便被接入将军府中抚养，苏夫人对其视如己出，疼爱非常。哦，这倒有趣。还有一事，明日花朝节，穆国公夫人在城外别庄设宴，包括那位玉姑娘，皆在受邀之列。明日本王也去凑个趣儿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玉清河那么纤细那么美的一段景，应该是轻轻一折就断了吧。你这身打扮未免太扎眼了些。今日贵女云集，讲究的是清新雅致，你这般浓艳倒显得刻意了。这衣裳不都是您属意我挑的吗？颜色素的不愿意给，颜色俏的又嫌扎眼，合着横竖都是我不对呗。婉柔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温姐姐，劳你久候了。你我之间还说这些客套话，清河丫头越发标致了。这通神的气度，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，瞧着就让人喜欢。秦夫人过誉了。哟，有些日子不见软软，竟出落得这般水灵了，让我险些没认出来。瞧瞧这小模样，鲜亮的跟枝头最嫩的海棠花似的，真惹人爱呀！快别夸她了，这丫头本就不知天高地厚，这下尾巴更要翘到天上去了。要我说，还是清河这样清雅端庄更好。姑娘家贵在气质沉静。婉柔，你也别太偏心了，清河自是好的，可咱们软软难道就差了？我瞧着就很好，明媚鲜活，多招人疼啊！软软，你娘不稀罕你这个女儿，秦姨稀罕，赶明儿就跟秦姨回家去，怎么样？那正好，秦姐姐今儿就把她领回去，也省得整日里让我看着心烦。真要领回去，也不是今天，要领也得挑个好日子，风风光光的把软软接走才是呢。隐约觉得这话里似乎有话，但一时又摸不清头绪。好了，站门口像什么话？快进去吧，好些夫人都到了，正念叨你呢。你们年轻人不必在这儿陪我老婆子，园子里景致正好，自去逛逛吧。去吧，仔细些，莫要冲撞了旁人，尤其是你，安分些。是。也好，就在这儿等开席吧。金墨姐姐今日这身衣裳真好看，料子是云锦阁新到的吧？哟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苏家那位才名远播的二姑娘啊！苏二姑娘今日这打扮，怎么不学你那位好表姐装淑女了？哎，别走啊！苏二姑娘这是瞧见我们来了就要走，莫非是我们扰了你的雅兴？这位姐姐说笑了，我只是坐久了想活动活动，各位请自便。谁是你姐姐？我可担不起。那个装模作样、惯会沽名钓誉的才是你姐姐吧？金墨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跟你这种草包可攀不上亲戚。金墨，御史大夫乔元之女，原著里提到过，这位原是京城贵女中才名最盛的一个，极是心高气傲。她几次试会花店都被压一头，渐渐便恨上了玉清河。这是在玉清河那边受了气，就转头来找我这个草包表妹。你两眼珠子转来转去的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
乔姑娘若是觉得谁压了你的风头，让你不痛快了，自该找正主说道去，拦着我这个草包做什么？谁告诉你说我比不过他？那行，祝乔姑娘马到成功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今天不拿出点东西，这群才女是不会罢休了。我表姐这会儿人不在这儿，你们堵着我也没用啊。不如这样，桃李出深井，花艳经上春。这是我表姐昨日随笔新作的一句。乔姑娘既然志在诗会头筹，不若先胜过这一句，再谈找我表姐切磋不迟。不是自诩才女吗？跟千古第一的诗仙李白比去吧。那诗是你写的？见过玉郡主，镇北王独女玉珂，自小跟着父亲镇守北境，据说弓马娴熟，性情爽利。按原著时间线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，皇帝疑心镇北王在边关私蓄兵马，一道旨意将这位郡主召回京城，美其名曰议亲，实则扣在眼皮子底下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谁的？我回京过3日，连宫宴都只露了一面。你这小丫头，眼力倒尖。郡主说笑了，郡主这通身英姿飒爽，江门虎女的气度，跟京城里那些走一步喘3喘的娇小姐可不一样，一眼就瞧出来了。嘴还挺甜。那桃李出深井，花艳经上春呢？怎么来的？我表姐玉清河昨儿刚做的，我就是临时用用，吓唬吓唬人。玉清河，你这话可不老实。玉清河的诗确实是有文采，也很有灵气，但格局嘛，终究脱不开内宅庭院花开花落那点愁绪。经上春这3个字，他写不出来，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我可是全京城都闻名的，琴棋书画样样稀松，诗词歌赋更是狗屁不通。您觉得我能也写出这样的句子？快些快些！听说沈小将军也来了，正在东边马球场上呢。沈小将军是男主沈昭也？想看就去看啊，扭扭捏捏的做什么？那沈昭也又不是吃人的老虎。算了，也没什么好看的，一群人在那儿骑马打球，尘土飞扬的。哦，可我听说某位苏二姑娘从前为了偶遇这位沈小将军，可是能在人家必经之路上蹲守大半个时辰，风雨无阻呢。是原主，不是我啊！那是以前年少无知，我早就没那个心思了。是吗？可我好奇得很。走，你陪我去看看。那就是沈昭也，身手确实不错。帅，太帅了！不愧是我心心念念的男主。是错觉吗？怎么忽然想起燕晨这个反派了？王爷，那位便是玉清河，确实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，也确实是那只青玉莲花簪该配的主人。可惜不是他。王爷，可要属下将玉姑娘请过来问话？自己去领20鞭，然后滚回安营。属下领罚。重新学学什么叫查清楚。就是他。魏峰，那边那个是谁？回王爷，那是辅国大将军府的2小姐苏软，是玉清河的表妹。苏软，腰肢是挺软的。找到你了。苏二姑娘，苏夫人正四处寻您呢，让我引您过去一趟，说是有事吩咐。母亲找我。郡主，我母亲唤我，得先走了。晚些开席了，我再去寻你。好。还没到吗？姑娘别急，苏夫人就在前面凉亭里歇脚呢，转过这条路就到了。不对劲，母亲就算要单独找我训话，也绝不会选在这种僻静无人的地方。燕晨，抓住你了。王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您饶了我吧。本王还以为苏二姑娘会先装作不认识，虚与委实一番。王爷明察秋毫，我这点微末道行，想瞒也瞒不过您啊。要是识趣，现在知道怕了。
爬我床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怕？拿花瓶砸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怂？说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沈昭野的，你那好父亲苏晴的，那晚究竟有什么目的？放开！嘘，别出声。现在我问你答，一句假话，本王便让你后悔开口。那夜为何会出现在本王榻上？实话说，我是穿书的，拍了个穿书体验套餐，本来要去男主床上，结果爬错了反派窝，说出来他会信吗？王爷，我对王爷一见倾心，那夜本是去找王爷表明心意的。那日宫宴，我远远要见王爷风姿，便一见倾心，再难忘怀。这才斗胆趁夜去见王爷，想着能与王爷表明心志，可谁知王爷竟遭人暗算，神志不清。我本想立刻喊人，可王爷您力气那么大，我实在挣脱不开。我虽心意王爷，却也知女子贞洁重于泰山，更不愿趁王爷之危，白白玷污王爷清明，所以我才会很轻地砸了王爷一下。你果真心悦本王？那你趴在本王身上叫沈昭野的名字又是怎么回事？大哥哥，您记性要不要这么好？那时候您不是神志不清吗？怎么还能分神听清我喊了什么？那都是误会。在那夜之前，我从未有幸得见王爷，更没见过沈小将军。阴差阳错下，误以为王爷就是沈小将军来着。可不管我嘴里喊的是谁，我心里想着的一直都是王爷您啊。要说有错，也只是我自己蠢笨，没能第一时间认出王爷的身份而已。果真吗？千真万确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就让我天打五雷轰！老天爷，您可别当真啊！王爷这样英明神武、气宇轩昂的大人物，应该不会真忍心对一个真心心悦您的小女子动手吧？要不趁其不备跟他拼了，反正砸过一次也不差这第二回。好啊，那你亲我，怎么不敢？拼了，又不是没亲过，亲一口换条命，这买卖怎么算都值。这女人，王爷现在可信了？难道是觉得我诚意不够？王爷，我先告退了，王爷保重。有意思，吓死了！苏府是绝不能待了。苏母看我哪都不顺眼，偏心偏到咖喱窝。往后要是真出事，真指望不上他。玉清河那边更是雷区，即便我循规蹈矩，不碍他眼，也难保不会被他的女主光环波及，沦为炮灰。至于燕尘，方才那通胡诌，也不知他能信几分。说不定下一刻回过神来，便要新旧账一并清算，所以我必须得跑。回去就让梨子收拾细软，值钱的首饰衣裳都带上，银票也得揣够。今晚趁夜就溜，找个偏僻的乡下猫起来，等那个不靠谱的客服把系统修好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得赶在宴席开席前溜回去，否则母亲寻不见人，又该生事。我的风筝！别哭别哭，姐姐再找人给你做个更漂亮的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娘前些日子生病没了，这风筝是她病着的时候熬了好几夜给我做的。这样啊，我只想要这一个。姐姐帮你拿下来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树很高，试试看嘛。姐姐小心。没事儿。拿到了。我的蝴蝶，舅舅。沈昭野，他怎么来了？不对，这小丫头叫他舅舅，那他是……小心！帅，太帅了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苏二姑娘，无事吧？可有伤到？他认得我？不对，他当然认得。全京城谁不知道苏二姑娘痴恋沈小将军？连刚回京的玉科都听说过。沈昭野这个当事人，怎么可能不认识？等等，那燕尘会不会也听说过这些？那方才编的那通瞎话，岂不是全露馅了？苏二姑娘，没事，我没事。喏，你的蝴蝶拿好。谢谢姐姐。下次放风筝找个空旷的地方，别再往树底下跑了，知道吗？乖。你的手，姑娘擦伤了，前面不远就是府医的客院，我带姑娘过去处理一下吧。不用，就蹭破点皮，不碍事的。我要离他远一点，万一被人看见，传到玉清河耳朵里，那还得了？可是，真的不用，沈小将军放心，我回去上点药就行。宴会快开始了，我先走了。舅舅，
漂亮姐是不是不喜欢你呀？怎么跑那么快？不喜欢吗？走吧，送你回宴上。今日花招群芳荟萃，光是赏花品茶未免单调了些。不若老身做东，弄些诗文助兴，也算不辜负这满园春色。此乃青玉鹤，是南边来的稀罕货。今日便以此兰为题，请诸位姑娘即兴赋诗，限时一炷香。届时请几位德高望重的夫人品评，择出3甲。至于彩头嘛，这宗杨忍玉如意便作为彩头。沈昭也看我了，还对我点头了，和意味。素萼凝寒露，清姿傲小霜。幽香非自赏，鹤影入云长。玉姑娘这几句托物言志，风骨清奇，果真是好诗啊！乔静默，静默也用心了。阮妹妹，香都快燃尽了，你怎还未动笔？可是胸有成竹，要压轴出场。静默姐姐，快别为难苏二姑娘了。谁不知道咱们苏二姑娘只爱脂粉钗环，不喜诗书笔墨。我这是招谁惹谁了？我就想安安静静苟到宴会结束，怎么锅又从天上来了？这乔静默明显是拿我当枪使，针对玉清河呢。这恶毒女配的体质，真是走哪都躲不过被当靶子的命。昭王殿下到。他怎么来了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都起来吧。本王今日得闲，过来凑个热闹。方才是在品诗，倒是本王来得巧。正是呢，姑娘们正以青玉鹤为题赋诗，若有幸得王爷评点1、2。既如此，本王也不好白白做这考官，便凑趣儿添个彩头吧。诗都写完了。回王爷，一炷香时间将至，诸位姐妹的诗稿大多已呈上，唯有苏二姑娘尚未动笔呢。乔静默，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？哦，哪位是苏二姑娘？王爷，臣女在这儿。莫要扫了大家的兴。我今晚就要卷铺盖跑路了，可万万不能在这时候出风头。拿来。他要亲自看，完了，他会不会当场翻脸，直接把我拖去砍了？毕业凝霜刃，孤芳出玉旗。不求蜂蝶故，自有鹤心知。香冷侵尸骨，影清灼墨池。这首惊艳全场的诗是哪儿来的？他是对着我那张纸念了一首他自己做的诗。老身原以为玉姑娘的诗已是拔尖，没想到苏二姑娘更是深藏不露。此诗当为今日之魁首，一文一雅，令人羡慕。不出1个时辰，苏家二姑娘花招诗会夺魁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京城。再想悄无声息的收拾细软跑路，简直难如登天。今日见苏二姑娘诗才如此了得，想当面讨教1、2，可否请王爷随意再出一题，让我与她再比试一轮？听起来倒是有趣，不过既然要比，光比试未免单调，不如压注如何？赌一赌，究竟谁能赢？王爷这主意妙极，来人！快设住桌！诸位，请吧。苏二姑娘，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你的表现呢。你可千万要比就比，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你只管好好比，输了赢了不重要，谁要敢在你背后胡言乱语的嚼舌根子，我亲自帮你撕了他。郡主。去吧。我也信漂亮姐姐会赢。姑娘尽力一试即可。沈昭也大庭广众来这么一出，燕臣那里……沈小将军用兵如神，想必看人也是独具雄劲。既如此，本王也跟压一回。哼，还请王爷品评。来，让老身先睹为快。红雨辞高树，香魂鬼地清，蝶风空绕影，
车马不留情，短短时间竟能写成这样，不愧京城第一才女之名。苏二姑娘，你可要快些了，毕竟这香可不等人呢。不过若你实在为难，直接认输也无妨，大家不会笑话的。行，这么想比是吧？红藕香残玉钿秋，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云中飘萤时寄锦丝来，雁字回相思，月满出仙楼。怎么可能？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妙啊！别说今日花超艳，就是过往10年，也从未见过有更好的。那是自然，这普天之下，谁写春情能写得过李清照啊？不欠啊，李大才女，实在是这乔金墨欺人太甚。乔姑娘，你觉得如何？胜负已分，苏二姑娘是今日花朝宴上当之无愧的魁首。怎么会这样？实在承让了，京城第一才女。你，快扶乔姑娘去厢房休息，请府医来看看。让你嚣张，气死你，活该！真是好有趣一只小狐狸，从前怎么倒没发现？哼，这也叫不认识吗？今日还真是不虚此行，本王罚了，诸位尽兴。软软今日可真是给秦姨长脸了，那诗做的，连王爷都亲口夸赞。往后看谁还敢乱嚼舌根，说你是个小草包。婉柔，我可跟你说好了，过2日我府上设个小宴，专程下帖子请软软过去，你可不许拦着。这孩子我瞧着就投缘，届时定让他过去叨扰。软软，到时候可一定要来，秦姨亲手做桂花糖藕给你吃。谢谢秦姨。苏夫人，请留步。夫人让老奴追出来，亲手将这个赠与苏二姑娘。这对金钗是老夫人当年的陪嫁之物，压箱底好些年了。今日瞧着苏二姑娘鲜亮明媚，与这簪子正相配，便特意让老奴找出来，全当一点心意，贺姑娘夺魁。既是国公夫人厚爱，你便收下吧，好生谢过夫人就是。多谢国公夫人赏赐，劳烦嬷嬷代为转达软软的谢意。苏二姑娘客气了，夫人还说是今日一见未免仓促，还望姑娘得了空多来府上坐坐，陪她说说话。是。上车，回府。你跟我来，跪下。今日那2首诗，当真是你所写？我别想着编话来糊弄我，你是我肚子里出来的，你几斤几两我能不清楚？这怎么解释？说我本只想安安分分当个草包，却被那该死的昭王逼上梁山。不吭声，心虚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打的什么主意，又是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又是当众作诗出风头，不就为了压清河一头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从小到大你就爱跟清河争，他得件新衣裳你要，他得支新簪子你也争，就连他读书识字你也吵着要请先生，结果呢？母亲，今日之事并非我主动挑衅，是乔金墨欺人太甚，难道我就该任由他欺负，缩着脖子不吭声？你还敢顶嘴？乔金墨如何？那是他没教养，可你呢？你用了什么手段？靠作弊赢来的风光，很光彩吗？你知不知道今天这诗会对清河有多重要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搅和？罢了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去祠堂跪着反省，什么时候知道错了再出来。这场诗会对玉清河很重要，难道没记错的话，这场花朝宴在书中也发生过，只是那时原主苏阮被玉清河设计反杀，苏府因丧事错过了宴会，而没了玉清河在诗会上挡路，乔金墨顺利拿下了魁首。后来没多久，穆国公府便下聘乔家替小世子穆怀生求娶乔金墨。今日这花朝诗会，分明是穆国公夫人借着由头给他那正式婚龄的孙儿物色良配，而母亲怕是早看透了穆国公夫人这层意思，今日才存心想让玉清河展露了头角，博得穆国公夫人的青睐。难怪母亲这么生气，原来是气我挡了玉清河的好姻缘。这不是我的情绪，是原主苏阮积压了10几年却从未敢宣之于口的难过。苏阮，我知道有些话你憋了太久，想说却永远没机会说了。如今我继承了你，便理应替你把这些话都说出来。母亲说了这么多，女儿却只有一个问题想问。母亲口口声声怪我处处与表姐争抢，可若母亲不偏心，表姐有的我样样都有，我又何须去争去抢？母亲嫌我不学无术，是个草包，可若母亲有将对表姐的一半心思用在我身上，我至于被人嘲笑这么多年吗？母亲，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，到底我和表姐谁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放肆！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？你这么忤逆不孝的样子，是跟谁学的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我知道母亲一直觉得我碍眼，心里巴不得没有我这个女儿。您放心，很快您就能如愿了。
怂得要死，胆子倒是肥得流油。王爷，今日花朝宴上的对赌，您怎知苏二姑娘是故意藏拙，一定能胜过乔姑娘？若苏二姑娘真比输了，该如何收场？您一早便拿出王府司令来压度，是否太过冒险了？输，本王想让他赢，他就不会输。属下多嘴了。王爷快转开！王爷！梨子，我真游不动了。不行啊，姑娘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咱俩不见了，肯定会追上来。我说梨子，我让你找个靠谱的船，你怎么找上艘人贩子船啊？那船家说他们正好要运货去南边，看我们两个姑娘家不容易，可以免费捎我们一程。我想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剩下的钱我可以给姑娘买好多好多桂花糕。谁知道他们居然想把我们卖了换钱！梨子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这话是没错，但还有一句话更没错，那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这辛辛苦苦省下的船钱，差点把咱俩都折进去变成桂花糕了。姑娘，我真知道错了。行了，赶紧游吧，先扑腾上岸再说。我宁愿被抓回去关祠堂，也不想进青楼当花娘。好，咱们快游。姑娘，咱们活下来了。死人！姑娘，那儿有一个死人。死人？怕什么？说不定只是晕过去了呢。回去看看。姑娘别去！这身形是燕尘。怎么会是他？他不是应该在他的昭王府里算计他的皇侄，谋划他的篡位大业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外的江边？是不是死了？不知道，我看看。还没死，但看样子离死也不远了。救还是不救？救什么救？刚从人贩子手里逃出来，自身难保，哪还有余力去救人？而且他现在这副模样，明显是遭了难，谁知道后面有没有追兵？我们走。燕尘，你可别怪我啊！你可是书里最大的反派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。我不救你，说不定还是为民除害，提前终结你的作恶之路呢。反正按照原著，你最后也是死，现在死在江边还少受点罪不是？而且你一出现就欺负我，我不救你也情有可原吧？对。